这个圣诞节，我开启了生命中的首次欧洲大陆背包之旅。从伦敦出发，我的第一站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，首个目的地是梵高博物馆。梵高的个人故事真的震撼到我了，我在公众号上有记录更详细的感受。总而言之呢，这趟博物馆之行正式开启了我为期2周的旅程。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巷尾弥漫着浓浓的圣诞氛围，虽然不是第一次来了，但是第一次见到充满圣诞氛围的景象还是很不一样的。夜幕降临后，我在中国城路过一家弄堂中的港式茶餐厅，吃到了想念已久的烧味饭，真的是暴走1天后最佳的奖励啦！现在是阿姆斯特丹的晚上10点，然后现在马上就要到我住的青旅啦。好古老的楼梯，现在是早上6点。现在已经在车站了，要等第一班3分钟之后的车到飞机场。我现在在瑞士的巴塞尔，这个机场有2个出口，这边出去是法国国境，后面那个出口出去是瑞士国境。到市中心后，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当地的圣诞集市。和荷兰的类似，这里也有各种圣诞主题的小摊，不同的就是这里可以看到当地特色。绕着市中心走了1圈后，能感受到巴塞尔是一个充满历史和现代魅力的城市。兜兜转转后，我又回到了莱茵河边，就是一家连锁的百年甜品店 Bachmann。离开后，我就搭上了另一趟火车，来找我住在瑞士的朋友，即将开启明天的自驾游啦。早上从露营营地中醒来，看着周围的自由生活，感觉穿越到了童话世界里一样。我们开车自驾去因特拉肯小镇，路上全是绿草如茵的山坡和小木屋。因特拉肯是瑞士必经的旅游胜地，这个城市被阿尔卑斯山环抱，最著名的运动应该就是滑翔伞了，不论冬天和夏天都有非常多人来玩。不过滑翔伞的价格不菲，我们就突发奇想，想去爬山，爬到高处依然能看到风景。在2小时的山路后，我们到了附近的自然公园，爬到山顶后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少女峰山群。少女峰虽然不是欧洲最高峰，但山顶上是欧洲最高的火车站，有100多年的历史，可想而知当年修建这条铁路是多么的不容易啊！在瑞士的最后1天一定要尝试的就是芝士火锅，用面包和水果沾取芝士，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，但其实还挺好吃的。最后的最后，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最美的夕阳。
第二天在离开瑞士之前，顺便路过了卢塞恩，踏上了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卡佩尔桥，也算是打卡了。我刚刚下了飞机，5点多左右，然后就吃了一个晚餐，现在出来看一看风景，后面的夜景特别的好看。布达佩斯的地铁站已经有100年历史了，看着这些木质的墙面和白色的瓷砖，仿佛穿越到了90年代。可能是因为临近圣诞节了吧，夜晚的街道很空旷，黄色的列车，金色的城堡，整个布达佩斯都充满着金色的光芒。我特意选了有早餐的青旅，早餐有一些沙拉、麦片、水果、鸡蛋和面包，还有自动咖啡机，相当丰富啦。这样一晚上才80人民币，真的非常实惠。现在要赶火车去维也纳，我要看看是哪个站台，我的票还没有买呢。现在在去维也纳的火车上，从布达佩斯出发的。然后现在我在餐车上，然后吃的这个是当地有名的博拉什，就是牛肉汤。嗨，我刚到维也纳，正在走去绿色大厅。我订了一个晚上的演奏会，是关于圣诞节主题的。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票，所以就正好赶过来了。已经到了，就在前面。音乐会后，我找了一家评价不错的本地餐厅，点了维也纳的传统炸牛排，味道和韩式炸猪排很像，又酥又嫩。这次在维也纳的青旅像是商业性质的学生宿舍，早餐是以自助餐的形式，我每天早上都吃到撑，一个晚上150人民币，在维也纳也算是经济实惠了。我从维也纳坐火车去了隔壁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，只要1个小时，可惜时间不够了，只能在火车站附近转转，然后就搭下一班去往布拉格的火车。我刚刚到布拉格，现在要拎着我的2大袋行李，还有一个大的背包，走到我订的青旅，大概要20分钟，所以我就慢慢的走。Morning， 我刚才从 Cafe Louvre 出来。
吃了一个捷克本地的早餐，有一些捷克本地的面包、cheese、ham， 加店里比较有名的咖啡 cappuccino。晚餐的时候，我跟着谷歌评价来到全布拉格最好吃的韩餐，真的假的呢？我在外面排了半个小时队伍后，终于等到了1人位。果然牛肉汤真的很好吃，值得再来，强烈推荐。布拉格被誉为白塔之城和黄金之城，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氛围。圣诞集市位于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城广场中心，抬头就是古老的布拉格天文钟。早上的布拉格和晚上的感觉截然不同。我坐电车去上旧上的布拉格城堡，没有做太多攻略就来了，但发现城堡周围其实有许多博物馆，可以逛上1天的时间。连接到城市另一端的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查理大桥。我现在到了布拉格的公交总站，然后现在要坐 bus 大巴，去柏林，下午3点半的大巴。然后我提前20分钟到，然后现在就要坐车了。现在我到柏林了，这是我的一个大包和一个大袋子，是我全部的行囊。这里是厨房，超级大，就只有我们一个房间和隔壁的2个房间，一共12个人共用这个厨房，特别干净。And the sun is red like a pumpkin head. It's shining so your nose won't freeze. 旅途的最后，我在柏林搭8个小时的火车回到了阿姆斯特丹。人生第一次坐卧铺火车，有点激动的睡不着。不过睡一觉马上就到了，8个小时一晃而过。这个火车的运营公司是 European Sleeper。运气好的是，全包厢的乘客都很安静，全程沟通顺畅，晚上也没有要儿子，整体体验还是不错的。来。